什么？我童年最爱的旺仔牛奶居然被人喝出了杰瑞碎片？如果不是刷到旺仔牛奶有沉淀物的视频，恐怕不少观众朋友们已经记不得自己最后一次吃旺仔小馒头、搓碎碎冰、嚼 QQ 糖是什么时候了吧？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尘埃落定，强仔我就不多评论了。不过最近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再次勾起了我对旺旺的回忆。在湖南运营了将近20年的旺旺医院，现在已经正式升级为3甲医院了。这可是一家台企运营的民营医院，能够通过严苛的3甲医院评审，应该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如果不是我说的话，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旺旺还开了医院的吧？它明明是一家卖零食的公司，居然背地里还开了酒店，搞了自助餐，经营了报纸，还有电视台，这也太离谱了。旺旺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卖零食大礼包的品牌吗？我的童年回忆原来这么不务正业的吗？欢迎来到动动枪的新系列超级民企。对于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来说啊，不少人第一次认识旺旺，并不是通过旺旺的某个产品，而是旺旺广告词魔改的抽象网络梗，比如精神小伙、3年6班、李子明、欧跑时间到。给我欧跑，给我欧跑。而最有梗、最有辨识度的就是旺旺的 logo 了，旺仔。它会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但是从来不会正视我们，是因为它害羞吗？不是，因为正式的版本实在是太诡异了，有点梦河即视感了呀，是怎么回事？土气的画风配上高饱和度的配色，总让枪仔想到另外一家很有特色的中国企业，那就是椰树。实际上，魔性的广告词加上很有辨识度的 logo， 恰恰反映了旺仔这家公司的特点。你可以说旺旺有点 low， 有点土，甚至说旺旺的产品不好吃、不好喝，但你很难列举出这家企业有哪些地方让消费者感到不爽。一家零食企业能够做到这么有辨识度，和企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创始人自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长得很像旺旺本旺的人，就是旺旺的创始人蔡衍明。他是泉州蔡氏家族移居台湾之后的第4代。蔡氏家族是清末民国很有实力的富商家族，搬迁到了当时被小日子占据的台湾岛之后，也迅速在岛内建立起了家族企业，涉及的业务包括了造纸、金属回收、电影等。到了蔡衍明父亲这一代，经营的重心就变成了罐头食品代工，并建立了一家知名的食品工厂，叫做宜兰食品。作为富二代蔡衍明，从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了纨绔子弟的气质。考试没考好，就怪亲爹因为讨厌外省人，阻碍他好好学习。看了同学好友被老师教育，蔡衍明就直接给老师下战书，单挑。结果他就被逼转学。没想到蔡衍明还挺硬气的，转学是不可能转学的，台湾省这么大，在哪儿不能学到东西啊？于是他就直接辍学，变成了当地有名的富二代街溜子。对自己的选择，他只用一句话解释，说的是街头混1年胜过读书3年。奉劝各位小朋友千万别学啊！后来事件证明，蔡衍明一直都在践行他的这句格言，只不过呢，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在街头逛了一段时间之后，耽误自己学习的亲爹终于决定把家族的产业交到他手里。当时蔡衍明手里的食品厂主要是搞代工的，但他觉得要搞就搞自有品牌，不能够一直等别人下单赏饭吃。于是19岁的时候，蔡衍明就推出了浪味鱿鱼丝，这个产品相当成功啊，仅仅亏了1个亿而已。这些钱看起来好像很多，但就像王思聪拿着5个小目标创业一样，他亏掉的钱对于整个家族的生意并没有实质性伤害，顶多算花钱买个小教训。哇，令人羡慕的可恶的富二代。所以说啊，不怕富二代奢靡的天崩地裂，就怕富二代决心要激进创业。但蔡老板确实脑袋灵活啊，一次失败并没有打击到他的积极性。很快啊，他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米果。米果原本是日本特产，直译过来就是叫煎饼，算是一种零食了。而我们的蔡老板利用家族关系和人脉，从日本拿到了米果的工艺，成功引进到台湾。又是令人羡慕又可恶的富二代。之所以选择米果呢，是因为东南沿海的很多省份都会用米制品来祭祀，而米果恰恰是一个便捷且廉价的选择。而为了配合祭祀起伏的场景，他决定想一个符合产品气质的名字和 logo。关于旺旺名字的由来啊，最流行的说法是，有一次他去庙里边许愿，看到了一个狗狗的雕像，就想到了用狗的叫声来做新品牌的名字，旺旺呢也由此诞生。这个说法多少有点草率了，而 logo 的诞生呢也更草率，是因为他觉得市面上的其他 logo 都太死板太土了，就自己亲自画了一个孩子的形象，寓意旺旺要一直年轻下去。椰树老板呢看了之后默默的点了个赞，投了2个币。这次他赌对了，旺旺生产的鲜贝和雪饼依靠亲民祭祖广告迅速席卷了台湾的贡品市场，成为了大小神仙都爱吃的零食。80年代初，旺旺的米果产品已经拿下了台湾90%以上的市场，放眼全岛根本没有对手。不过啊，台湾市场还是太小了，想要继续旺下去，就必须寻找更大的市场。此时呢，也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外资、港商都在大陆掘金，台企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1992年，旺旺通过和政府合作入驻湖南，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大陆市场的台企，并且享受了很多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甚至还拿到了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虽然旺旺不用担心程序上的事情，但市场还是要靠自己来开拓的嘛。改革开放早期的大陆市场非常依赖批发商和经销商来销售产品，所以小品牌和新品牌的话语权就相对较低。旺旺呢，在台湾虽然是贡品一哥，但在大陆啊是初来乍到的新人，很多规矩要从头学起。比如蔡衍明第一次参加大陆的一个展销会，通过免费试吃的办法拿到了很多经销商的合同，合同的需求量达到了300个集装箱。
哇，开门红啊！他当时就决定立刻发货，还好啊，有高人指点，让他把300箱减到100个集装箱。哈，后来果然有一部分经销商毁约了，就这100集装箱的货，还出现了产品积压的情况。食品是有保质期的，即便通过当时的一些旺旺经销网点，也无法消化库存。最后他大笔一挥，免费送给广州、上海的学生们试吃。没想到这个操作为旺旺在大陆培养了第一批年轻用户。库存呢还是小问题，更大的困难是旺旺的湖南工厂。1992年的中国大陆，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导致一个企业想要自建工厂，根本没办法通过银行贷款筹集资金，只能够自己找土办法去解决。好在旺旺比较有实力啊，用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算是把工厂给建好了。哈，这群又可恶又让人羡慕的富二代啊！但工厂建好了不等于良好运行。据报道，因为蔡衍明请客的时候漏掉了某个关键人物，就导致沈领导视察旺旺工厂的时候，工厂的电力供应就像抽风一样，时有时停。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呢，还只算是给蔡衍明开开眼。接下来，他和旺旺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商场如战场。他的行车风格很有街头范儿，不按常理出牌。在明白经销商不靠谱之后，决定自己打开知名度。蔡衍明就亲自出马，确定了旺旺大陆版广告的第一句广告词：你旺我旺大家旺，并投入了千万级的资金打广告，让旺旺迅速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进入大陆市场仅仅1年，旺旺就实现了2.5亿人民币的销售额。旺旺火了，当然会引来大量的竞争对手。在大家集体入坑的背景下，行业价格战在所难免。毕竟米果的工艺啊并不复杂，没有太高的技术壁垒，大家最后比拼的就是价格、口味和分量。要不说蔡老板没有白白混街头啊，硬碰硬从来不带怕的。1994年，在旺旺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康师傅等200多家企业集体降价，把米果的价格从每公斤50块钱拉到了30块钱。蔡老板微微一笑，这也太小家子气了。他直接推出了4个主打低价的米果子品牌，把价格从30块钱直接打到了5块钱1公斤啊！这横的也怕不要命的呀，对手们只好默默退出了竞争。最终，旺旺拿下了大陆超过70%的市场，第2名的市场占有率只有可怜的个位数。可以说，从刚刚进入大陆市场到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边，都算上是旺旺发展的高光时刻。也是在这个时间里边，很多童年回忆伴随专属的洗脑广告开始陆续登场了。94年，旺仔小馒头上市；96年，旺仔牛奶上市；97年，旺仔 QQ 糖上市；99年，旺旺碎碎冰上市；03年，欧泡果奶上市；05年，旺仔牛奶糖上市。当一款零食足够成功的时候，什么销售额、销售量啊之类的冷冰冰的数字，已经无法概括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记忆了。旺旺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广告打得足够多，广告内容足够洗脑，也非常有产品创新意识，能够把握零食市场的消费趋势。蔡衍明蔡老板很聪明啊，没有把旺旺在大陆的重点宣传放在祭祀场景上，而是选择了零食、孩子、送礼等方面。甚至因为用力过猛，使用过过年不吃旺旺，新的一年不会旺哦这种诅咒式的广告语，导致广告被叫停。旺旺这种又土又潮又有点疯癫的调性，不只体现在宣传上，而是贯穿了整个企业，成为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请上演这份旺旺的最新年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饱和度超高的红色封面，正在舞龙的旺仔啊，爱了，甚至有被祝福到。每年的年报里边呢，旺旺都会把自己家的经营理念明晃晃的摆到大家面前，就是6个字：圆、自信、大团结。强仔每读一次都会感觉被拉入了未知领域啊！而蔡老板为了能够确保把这6个字清晰地传到每个员工的耳朵里边，甚至还自编了公司的主题曲《大团结一定赢》。记住这6个字儿，一会儿要考。因为经营得当，销路通畅，旺旺早在1996年就成功上市了。2007年私有化退市，2018年港股2次上市，市值更是狂飙突进，一度达到了1700亿港元。蔡老板也因此多次成为岛内首富，力压富士康、郭台铭等知名台企创始人。对于旺旺这种风格怪异的公司来说，有钱之后自然不能够只搞零食了。2004年，旺旺投资建设长沙旺旺私立医院，2065年开门营业，连续14年营收过亿，最近几年更是超过了6-7个亿，年门诊量达到了100万人次。今年更是升职为3甲医院，应该会比以前更火吧？有个问题啊，这个医院带小孩来看，是不是可以吃到免费的雪饼啊？2006年，旺旺投资建设了上海神旺大酒店，门口放置了一个刷满金漆的旺仔雕塑，只要入住就能够享用全系列的旺旺零食和饮料。神旺大酒店里边呢，还有一家旺旺自营的自助餐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号称全国10大自助餐厅之一。相比搞医院、酒店、自助餐，旺旺最牛的副业是媒体。2008年，旺旺收购了台湾省的中时集团，这是台湾非常大的一家媒体公司，旗下有非常多的报纸和电视台。很多人熟悉的《康熙来了》就是中时集团的节目。由于中时集团在岛内的影响力非常大，他的收购行为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和批评，让极个别挖犊子非常不爽。蔡衍明为了自证清白，亲自出席了收购中时集团的说明会，和记者、反对者跳梁小丑，贴脸兑现。他在说明会上表达得很清楚，收购中时并不是某种利益交换或者投名状，只是出于对故乡台湾的感情。更官方的说法是，蔡衍明和旺旺想促进两岸和谐，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台企形象。毕竟旺旺有9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大陆的，两岸和谐才是最有利的局面。
实际上，旺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收购完成之后，立刻就把集团旗下的报纸改名为旺报，甚至立马投身统战工作。2019年，台湾谣传大陆吃不起榨菜，旺旺就直接在旺报的头版印了几个大字：大陆人吃得起榨菜。但这种硬碰硬的方式啊，让一些跳梁小丑恼羞成怒，直接在中视集团的电视大楼附近举牌抗议。蔡老板也不惯着，直接让100多号员工下楼循环播放《大团结一定赢，相亲相爱一家人》，道高一丈了，属于是。可惜啊，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太好的结果。中视集团在几次硬碰硬的对抗之后，还是大幅收缩了媒体业务，关闭了电视台，连带着也停播了《康熙来了》。不只是副业出现问题啊，旺旺的主业也出现了增长乏力的问题。大约是在2014年开始，旺旺鲜贝、雪饼、旺仔牛奶等主力产品的销量就开始下降了，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不符合消费者越来越健康的饮食追求。食品行业的当红产品从各种膨化零食变成了纯牛奶、酸奶等乳制品以及坚果零食。旺旺也预感到了风向的变化，及时跟进推出了各种新品，比如旺仔坚果牛奶、旺旺乳酸菌，还有邦德咖啡。在很长的时间里边，旺旺就像下饺子一样疯狂的推出新产品。顶峰时期，旺旺一年能够有100多个新产品上市，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现在打开旺旺的官网，你就能感觉到旺旺的产品多到没有这个必要的程度。其实类似的故事啊，在九菲特这个兄弟账号上已经讲过了。然后旺旺官方很快就给我们寄来了一批零食来品尝，里边就有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零食品种。旺旺通过大量的新品，确实把触角渗透到了各种细分的品类里边，但是庞大的 SKU 数量、产品数量也让外界难以对公司有着更清晰、更整体的认知。就比如枪仔，如果不是做这视频的话，我根本不会想到旺旺居然还有一个从2007年开始就经营的消杀清洗品牌，叫做旺旺水神。也许鲜贝、雪饼已经无法概括旺旺这家集团了。如今，旺旺被外界称为是食品行业的黄埔军校，因为很多对手都从旺旺挖到了关键人才。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啊，这是好事儿；而对于旺旺来说，这证明自己留不住人才了。这些年来，旺旺已经面临一些瓶颈了，营收和利润维持在一个相对持平的规模，数据上和卖方便面的统一集团差不多。虽然经营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旺旺这家公司并没有选择放弃自己以来的风格。这倒不是因为企业上下一条心，主要还是因为旺旺这是一家家族企业，它的风格就是蔡衍明个人的风格。如今这个时代，家族企业似乎已经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形态了。很多存在了100年的家族企业早就通过职业经理人实现了管理规模的转型，但是旺旺没有选择改变，而是延续家族传统。无论是旺旺的主业还是副业，管理层的核心都有点沾亲带故。蔡衍明当然是旺旺的大家主，统管全局。他的姐夫掌管旺旺医院，外甥担任执行院长，他的长子蔡少忠管理集团的物流、人力、策划和运营。次子蔡家旺担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主要任务呢就是发微博，每天必发一条旺旺吉祥物了，属于是。他的3儿子蔡旺廷掌管旺旺的水神事业部以及欧泡、邦德咖啡等多个品牌。和哥哥蔡家旺一样，蔡旺廷也是微博的重度用户，经常分享自己的富2代碎片。这是让人羡慕又可恶的富3代啊！江湖传言，蔡衍明的这些孩子进入公司的时间都比较早，因为他对孩子的教育也在贯彻自己当年的街溜子理念，读书读到高中就行了，赶紧进入公司历练才是正经事儿。视频到最后了，我们来点更刺激的。冲击枪仔认知的是蔡衍明对婚姻的态度。蔡衍明在离婚之后一直奉行不婚主义，甚至还专门花了大资金盖了一栋楼，让自己的女朋友们住在一起。据说蔡衍明的孩子也远远不止上面提到这3个啊！当然这是私人的花边新闻了，顺便提一下呢，也是博君一声苦笑啦。如果我们做横向对比的话，就会发现蔡衍明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有极大的不同，你很难再挑出另外一个这么奇怪的老板。或许这才是旺旺又土又潮又疯的源头吧。好了，这是超级谜题系列的第1期，希望对你理解旺旺有所帮助。还有哪家想让我讲的民企，请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一起打出来哦。那么这视频就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